你好，我们将比较在像这样的简单表列中提取一系列数据的两种方法：银行变动。有两种方法可以提取一系列值，我们将在 debit 列上执行此操作。我们将从 debit 列中提取75到150欧元大于或等于75且小于或等于150的数据。过滤器工具允许您快速提取此数据，转到数据选项卡并激活过滤器，将显示筛选器控点。单击借方列的句柄后，选择数字过滤器，将打开自定义过滤菜单。在这里，我们输入两个过滤条件，即一值大于或等于75欧元和二值小于或等于150欧元。然后筛选将运行，并从第5、6、8和10行中检索数据。另一种较慢但有趣的方法是编写一个使用 SI 条件计算的公式，其逻辑测试由前两个条件大于等于75和小于等于150表示。为此，我们将 if 函数与 n 函数相结合，从单元格第3开始，第一行和第二行与我们的计算无关。选择第3后，我将光标放在编辑栏中，然后开始输入计算等于 if。从左括号中，预期的参数是逻辑测试。此测试本身的语法由逻辑函数 n 组成。从 ET 的左括号中，我们在这个函数内，其参数是逻辑值1，逻辑值为2，因为我们在本例中只有2个标准。所以我们写第3小于或等于150逻辑值1，分号分隔符，第3大于等于75逻辑值2，我们关闭 ET 的括号。我们键入一个分号分隔符，此时我们发现自己在上游函数 if 的第2个参数上，值如果为 true。然后我们单击第3，如果它同时满足2个条件 n， 则显示其值 true。然后仍然需要键入 si 的第3个参数，它将对应于 false 的值，也就是说，在这里我们将键入2倍的引号，它表示一个空字符串，引号是字母数字字符串的分隔符。剩下的就是关闭括号。应该注意的是，左括号的数量等于右括号的数量通常很有用，否则 Excel 会生成错误。然后使用第3的填充句柄进行复制，我们获得了所需的结果，可以验证它是否与过滤器工具相同。使用我们的计算提取的非空单元格对应于开始时使用 filter 工具提取的第5、6、8和10行。晚安。